看到很多内地的资讯以前是封锁的，是，但是已经有很多的一些对外的电台，无论是 under table 的，还是已经大家显而易见的，早就已经炮口对外了。所以资讯的那个封闭集权在国家手上的这个制度已经开始被瓦解了，对，逐渐瓦解，这是第一点。对，然后第二点，因为对岸的政府他们已经很积极的在做这些支付宝啊，什么宝什么宝的，就是所有的金融全部的都绑在一起，连人各方面都绑在一起，你逃都逃不掉，你是在我们的掌控之内。我看到已经会有更大的骇客会把这些给破坏。哇！所以你看到的时间点大概是什么时候？2027，才7年哦，没有6年多而已。所以你说瓦解那个是指说披着共产主义的资本家嘛？对，集权的瓦解嘛？对，是集权的瓦解啊！无论是在资讯上面的集权的瓦解，金融上集权的瓦解，甚至是很多老一辈的已经也开始被年龄上也被淘汰出去了啦。所以大陆的年轻朋友，他们已经是2.0以上的脑了，是其实已经很不甘于被用那种旧脑或是1.0的脑的监控来运作，他们已经没有办法了，所以他们只是潜伏在下面，没有在动作而已。可是他们也是在寻求一个机会，那个机会一上来，那就大乱了。我觉得其实你刚刚讲2027，应该最开心的应该是我们的香港朋友，他们已经失去了东方之珠很重要的一个贸易口的，所以就会变成。他的那个热络不如以前最辉煌的时期，反而已经有一点点日本的状态啊！真的是你说像之前日本泡沫的20年，对，但是所有事情还是在我们大家自由意志的人为嘛。当我们不再被操控，不再屈服于外在的这些集权跟社会主义。而我们是选择活出我们内在真正想要的，我相信未来的线也会不一样啊。很期待，感觉像下来这一系列下来很多时间点上的预测是，然后其实听下来是觉得很多是冲击性的变化。你看哦，像房地产，无论是日本北海道，听说政府都已经是你只要愿意住在这里，没错，我们免费给你住嘛，你只要缴房屋税或是一些很少的税就可以了。好，底特律，你知道美国的一个底特律州车厂，那里也很可怕，$1就可以竞标房子了啊！真的啊？对啊，我舅舅住在那边，不能说他是被抓了怎么办？对，那边已经是那种非常便宜，就可以买到$22，就你来住，来帮我维护房屋就好了。对，就是这样子，好难想象那大陆更不要说了，已经很多鬼镇了。很多造镇出来的都没有人住啊，都空在那个地方啊，都徒有其表啊。可是很多的一些杂草藤蔓已经穿透了结构了，所以房子在未来，我觉得只会开始便宜，不会贵啦。就是从蛋黄跟蛋白的模糊化到没有连蛋壳都没有的这一个。台湾的房地产它跌不会跌太多，我觉得如果台湾会跌，不可能超过4成了啦。又来越4成很不太可能了啦，顶多就只是人口开始外移而已。你不要看哦，像我就会看到，无论是泸州、士林或是其他地方，我在好几年前就已经看到那里会大举造镇，整个气运都已经开始往那边流过去了嘛。你去看一下东区，现在那个一大堆店铺都是代租。多夸张啊！它不是只是因为电子商务的崛起而已，而是一个气运的流动而已啊。接下来整个全世界会有很大的一个翻转，包含疫情会再度的喷发，而且还会有第2类、第3类不同的病毒的出现。那其实这些出现都在帮助我们打断全球化。对。也就是说，你看很多的铅厂都必须回来了嘛。对，像我们在那个大陆的很多的台商，其实都已经退回到台湾了。没错。所以台湾的房地产忽然间就往上飙，跌不下去。忽然间，是啊。我们的股票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也让我荷包赚得还蛮满的。那可是这些的情况，你一到了明年，又是另外一个极端了。所以现在都是
这个极端荡到另外一个极端。我比较担心的是，接下来会有食物危机，不是能源危机了，现在是食物危机的问题了。田都已经越来越减少，变成是工业化，台湾也是，其他的地方也是。那甚至是在很多东南亚的国家，已经都被过度的发展，他们最原始的这些大地跟自然的能量早就已经不复见了。食物的短缺会让我们开始有很多的罐头食物啊，包含比如说太空的食品，传统产业会开始下降。那很多比较高科技的会不断的上来。刚刚提到一个，比如说能源危机，我们可以减少工业开发。可是我觉得你讲到一个食物危机，它其实是人类求存的根本危机。更大的意识要让我们人类有所改变，你觉得那个是什么？会开始走向身心灵的极简化。日本的麻子老师，然后或者是一些很多的那些极简主义都是从日本出来的嘛，已经开始风靡整个欧美，风靡全球了。我觉得他已经在做一个积淀了，包含连那个比如说瑜伽课程也开始盛行，瑜伽里面也会带很多冥想 meditation 啊，或者是做一些很精神力的一个训练，包含很多身心灵的课程，已经无远弗届的充满各个角落，开始变成新兴宗教。有没有发现到这个状态？有，我觉得这几年的改变其实蛮大。有宗教的人很多，但无宗教者、无神论的更多。他们不约而同的会去相信精神力这件事情。极简已经是必然的趋势了，而且由于我们现在那个绿色和平，对，类似这样的组织也非常非常的多，大家的一个环保意识也开始起来。我们也看到南北极的一个状态啦，还有南北极的一个轴心，还有他们的磁轴已经在互相交换。那下一个冰河时期会什么时候来？不知道。不要说全球会暖化哦，因为也有很可能我们会在不久的几百年后进入冰河时期，这也是不无可能哦。对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地球休养生息的周期啦。是啊，你看光这个疫情，然后短短休息半年，地球的水干净了多少？是，地球的空气干净了多少？地球很多很多的这些动植物又能够休息了多少？完全开始蓬勃发展了啦，只是可惜了澳洲大火。哦，对，无尾熊，对。我觉得很有趣，就是说人类为什么会需要这么猛烈的冲击？不行啊！如果你生命中的事情不让你觉醒，那就会吸引到更大的事。更大的事情让你醒不来，那太好了，它会给你更大的冲击。再来，再更大的冲击醒不来，死亡一定会让你醒。如果不是你死，就是别人死，不然就是你周边的人死。这些的死亡，如果不让我们真正的放下物质的执着，去看到我们内在的精神力的丰盛的话，太好了。大地之母它不会选边站，但是它会负责平衡。而这个平衡，那就由我们人类怎么样的照这个因，我们该付什么样的代价，这个结果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。所以你目前感觉到粮食危机会是在什么时候？已经在开始了，然后2年，不出2年就会有很明显的状态了。回到刚刚说的，会有很多的极端，譬如说。过去前年美金还有32、33，不出2-3年，现在可以已经跌到28、29。对，很多的极端会开始，你以前不看好的，它忽然间会变成黑马；你以前很看好的，忽然间一落千丈，就变成是它是突破我们已知的逻辑，有很多突发的意外，是，那是一种冲撞。当然，如果不冲撞，我们这些旧脑怎么会醒来呢？怎么会愿意突变呢？怎么会愿意突变3.0以上，让我们看到一个更高的视野，然后让自己不再自我证明，不再证明人类是一个主宰，而是去看见，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大能、更神圣的力量。那个力量是我们集体意识心灵中的一个共有，那我们这些共同的神友，我们要怎么样的去跟它一起流动？当你跟这个神友一起共同流动之后，你会去发现到一件事情，我们要做的只有臣服于这个大地，臣服于天地，没有任何的事情是你的逻辑思维是可以掌控的。是吗，学宝？好的，我儿子说是，谢谢大家。